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新一天的直播。今天是周三，咱们做老范读评，反正每周三一次。看看这个礼拜大家给了一些什么样的评论吧。然后这里。离开。好，有10个朋友了啊。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上周的黄仁勋 CMU 演讲这一期，有人说了 AI 之前众生平等的意思，如果这是真的 ，Junior 的就业应该会提升才对。毕竟如果脑一样，肝肾是新的，不是更好吗？现在的看法呢，就是或者普遍的一种认知吧，肯定是AI 不会带来众生平等 ，AI 不会带来平权 ，AI 反而会放大某些特定的才能啊。但是原来比如说很多连接性的工作，特别是很多的公司里边的中层承上启下的这些工作，可能就没什么用了。但是那些啊，我在比如编程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领域里头，愿意深耕、愿意钻研、愿意折腾的人，他们的能力呢会被 AI 急剧放大，所以 AI 绝对是对 Junior 非常非常不友好的一种玩法。至于 Senior 的话，你可能就是看你干什么的。你说我是具体负责业务的啊，那你很强。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一个承上启下，我来传话的，这个估计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人说，我觉得我觉得大模型是伟大的发明，尤其是对中低能力者。实际上，我觉得所有失业是假议题，只是职业转换而已，而且转换的人也没有真的那么多。卖猪肉依然卖猪肉，卖水饺明天一样卖水饺。文书工作看似影响很大，但是人口比例也没有高到世界末日，大概也就是2成多。只是这个频道的观众做信息行业的，是直接影响的族群特别敏感罢了。就算模型真的这么强大，可以取代1半以上的相关工作，是否影响10%，都还是个问题。太阳明天依然升起，没有这么大改变。你看看啊，这位朋友讲的呢，他讲做文书工作的占2成，失去1半的话，那实际上就是1成，那不就是10%失业吗？对吧？最后这个数他自己已经闭环了啊。所以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至于说卖水饺的、卖猪肉的，明天是不是可以接着卖呢？不好说啊，不是说 AI 替代了它，而是原来买水饺、买猪肉的这些做文书工作的人呢失业了。对吧？他们就卖不出水饺跟猪肉了啊，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至于说，只是换个工作，那你说让做文书工作的去卖水饺、卖猪肉吗？对吧？那么如果去了以后，原来那些卖水饺、卖猪肉的可能也会感觉到更加内卷，对吧？而且这个转换的过程是非常漫长、非常痛苦的，而 AI 呢又没有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去做转换。啊，所以很多的矛盾就在这里了。然后啊，这个最新编程大模型跑分，这个大模型全军覆没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这个结果 GPT 5.5已经破了啊，完成了5%。这个新闻我也看了。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做这次测试的时候叫 program
bench 啊，这个测试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GPT 5.5还没发呢，所以他们用5.4测的。然后5.5呢，再配上这个X high 就是最高的这种叫什么来着？配上这个旁边一点，对，配上这个最高的思考的强度的话，确实是做出了5%的题。但是呢，我们要想清楚一点，GPT 5.5能够做出5%的题这件事儿呢，本身并没有那么吓人，对吧？像原来Opus 4.7也是可以叫 almost 啊，就是基本上做对，大概能做对3%。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真正吓人的是什么呢？吓人的就是当这个测试出来以后，就会不断的有人去拿这样的模型去做测试，啊，不断的有人拿这个跑分去做测试，那么最后一定会越来越多的模型通过。现在呢还是 Opus 4.7啊 ，GPT 5.5啊，对吧 ？Gemini 到现在没有敢发他们家的这个3.5 Pro， 估计可能也是在做测试。如果到不了5%的话，估计他不敢发这个模型，是吧？所以现在把这个3.5 Flash 给扔出来了。那么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的通过啊，这个而且5%这还不算一个特别高的数字，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模型做出这种，比如50%啊，一下就这种跳跃式发展啊。那么可能再过个6个月或者几个月，中国的模型，比如说像 GLM 到那个时候可能是6了，对吧？那个 Kimi 3啊这样的模型就有可能会刷出这个10%几、20%几这样的数字来啊，这个才是真正吓人的事情。哎呀，520快乐啊，好吧，今天是520啊，都没印象这事儿。在飞机场等飞机啊，顺便来直播，在波士顿买了个红色小龙虾毛绒玩具，回去贿赂家里的9岁儿童，好吧。这个波士顿龙虾，反正我在美国吃过一次啊，这个也没有吃出什么特殊的味道来。我记得我那时候跑去波士顿是去哈佛看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说来都来了，这个波士顿龙虾这么有名，咱们吃一顿吧。跟我一个同事啊，当时说他去吃一顿，然后2个人大概吃了，我印象里一份大概是50多美金一份，然后2个人大概吃了100刀，还是50美金还是100美金，我忘了，反正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并没有觉得多好吃。据说很一般啊，那个龙虾我没吃过啊，我吃过这个，但是我觉得美国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食物是那个叫什么地方？旧金山的渔人码头上面的蟹堡啊，那个东西还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价格也不贵啊，然后而且味道很香。至于其他的，在旧金山那边还是吃过，就是湾区还是吃过一些海鲜的。好，我们继续。上期读评，有人说了，关于机器没有人类灵魂，为什么人类最终会接受的问题。关键是资本会在新技术推广的过程中教育用户，改变他们的审美。而像老范这种论调，基本上是资本的代言人的角色啊，这个就是一切都怪资本呗，对吧？一切都怪这个叫做什么？一切都怪美的，一切都怪资本啊。然后老范是资本的走狗啊，这个论调还是很神奇的啊。就这些人，反正甭管认知高低吧，也算自己达成闭环了啊。机器人到底有没有人类灵魂这件事儿，你说人类自己有没有灵魂，自己也没搞清楚。那么机器有没有灵魂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我们也没必要去争论。至于用户为什么会去接受机器产生的结果，对吧？甭管是他画的画，他生成的这个视频啊，他写的文案，人类为什么会去接受这个事儿，跟资本推广有关系吗？对吧？如果你给它标上啊，说这是机器生成的，请鼓掌，那么人类可能会感觉非常讨厌。现在资本要做的事儿是什么？是要强制它去标注，因为它不希望说这些机器生成的内容混合在人生成的内容里头被其他人看到啊，因为人本身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就是大量的人看到这些内容以后就觉得很爽啊，很开心，就过去了
对吧？这个过程，你说这个资本到底是怎么影响、怎么教育用户的呢？我也没想明白，对吧？反正这个老兄各种的论断，我是无法逻辑自洽的啊。还有啊，说什么时候聊聊 AI 时代的教育啊？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原来啊自己有一点点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啊，老是惦记想聊一聊 AI 时代的教育，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我对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熟，或者说也没有相关的这种真正的教育经验吧。啊，我太太可能还有一点点教育经验啊，或者回头塔主咱俩来聊一期 AI 时代的教育，对吧？这个事情也是可以的啊，因为让我自己去搞这个事情 AI 时代的教育，就是我自己肯定有想法，但是呢，这个让我自己去聊，我觉得可能会贻笑大方吧，毕竟不是从事教育行业的人啊。他们本地人说要等季节也得看馆子，通常游客容易吃到很普通的。哎呀，这个事情就跟西湖醋鱼似的，西湖醋鱼，就是杭州人自己都不吃，对吧？这个甭管什么季节、什么馆子，他们都不吃。啊，这个外地人去吃，吃完了以后说，为什么这么有名的一道菜你们都不吃呢？渔人码头有一间餐厅叫 Folk House 雾屋，强烈推荐。那个餐厅11点顶门去，能占据看海的位置，而且价格很合理，服务也很好，服务员又帅又好看。这个我估计你关键是看服务员又帅又好看吧。我去了好几次啊，海鲜质量也不错，而且都是道德捕捞。哎，什么叫道德捕捞啊？这个是我没看懂吗？难道捕捞海鲜的时候还需要先焚香沐浴一下？可以可以啊，我准备准备。最近我也有很多思考可以讨论。那行吧，咱们准备准备，回头整一期。然后啊，GD01宇树机甲，有人说了，说完全没什么作用啊。现代成人被各种强监管，对于那么危险的东西已经毫无戒备了，还是关心驾驶员？这玩意儿一看就是严重交通，严重事故制造器。语数的普通机器人一样会动作变形，造成对周围不可预期的结果啊！几公斤的金属钝器就能够轻易造成致命损害。这个上百公斤啊，500公斤的东西，做一个维持平衡的动作，直接横扫围观吃瓜群众，直接血肉横飞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这一周呢有几条视频吧，引来了很多的这种，就是叫做立场先行的评论啊，这个评论就很典型的属于立场先行。GD01的这个语数机甲呢，它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很好的演示。我们要看到它技术进步的地方，或者说有价值的地方。你一上来说，哎呀，这个事儿有问题，哎呀，那个事儿有问题，这个事儿是中国人做的，一定是不行的。如果你要总是抱这样的思想呢，这个我觉得你直接上 Twitter 上跟恨国党们去狂欢就好了，对吧？为什么要在这里去讨论这样的一个设备呢？而且这种设备呢，它就是为了上市去造个势的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种玩意儿你真的想去买，也不会卖给你的。对吧？它这样的一个设备，外边这个铁架子包这个自行车轮胎的这么一个设备，你坐在里头稍微摔个跟头，就直接废了，里边那人直接摔成肉酱了，这个肯定是没戏的啊。所以它这个真的距离直接销售、直接这个普及还非常非常遥远。但是呢，就跟刚才咱们讲这个刷题测试似的，对吧？它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说明啊，这个方向确定了，大家向这个方向冲啊，对吧？后边是不是依然会有很多的公司跟进？会不会有人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安全、更这个
叫做什么呢？更安全、更实用啊，这个事儿是我们要拭目以待的事情。语数呢，它真正强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它的这种叫做平衡啊，或者叫小脑呢做得很好啊。第二个呢，就是他真的把这东西做出来了啊，而且他也愿意做这样的尝试，这是他比较厉害的地方。我们要看到进步的地方，对吧？然后不足呢，现在慢慢可以解决嘛，这是个工程问题，对吧？又不是让你去发明新的东西，它就是工程上不断的提高可靠性，不断的去做各种判断，说哎，这个该摔倒的时候应该这个划了手臂啊，还是应该就是摔呀，还是怎么应该去保护驾驶员呀，还是应该怎么去躲避啊，对吧？它其实是后边把工程的问题慢慢解决就好了啊，这只是第一步啊，不要想太多。啊，还有人说啊，说这个机器人的设计很多不足啊，只能简单走路啊，这个缺乏力量感，上机器人方法像个玩具，希望其他机器人公司做个比它更实用的语数，只能做些花巧啊，不见得突出，唯突破点可能是在这种巨大的身形上以及载人情况下仍然可以平衡走动。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他能第一个把这玩意儿做出来，然后敢放了视频，然后真的敢让王星星爬上去，这件事儿就已经很强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进步的地方。你一上来说，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跟前面 AI 出来 GPT 3.5出来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怎么净这个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对吧？你如果老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很灰暗的然后呢，也有人说了，说这个评论区都是这个插妖姬在这个指点江山的嘛？对啊，这个朋友说的非常正确，就是这一条啊，就是语数机器人这条，确实有很多人在这儿指点江山。其实这件事儿跟这个机器本身做的好坏没有那么大关系，对吧？他敢干，然后呢，真的敢爬，就算是里头没有人啊，因为我估计整个走起来的过程。那个里面是没有真人的啊，它应该是一个假人模型戴着头盔的，因为真人在里头，甭管他是不是王星星，都太不负责任了啊！这个但是呢，人家敢为天下先啊，我们要看到真正进步的地方啊。还有人说巴铁的感觉啊，这个特别有意思，为什么把这条念给大家呢？现在抖音上也好，小红书也好，经常有人去放这个视频。就是别人不给我们就自己造啊，就是记录这个巴基斯坦各种小的这种作坊里头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就甚至很多东西你都没想到说，哎，这么破烂的机器，这么肮脏的环境，这么差的原料，他最后还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还做得还挺漂亮，对吧？巴基斯坦，比如说像好像是白沙瓦还是哪儿，专门有这种枪械的这种工地啊，就是他们专门在那造枪，就是你拿任何的枪，全世界的给他啊，几天之内就给你造出一把来，还特别便宜。都是用这种特别土的这个机器做出来的，对吧？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巴铁感觉这件事在抖音上是一个独特的赛道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说养虾必须要单独用一台电脑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你在云端养虾呢，也不是说养不活啊，也能养活，但是呢。养活了以后呢，它跟你本地的文件啊没法去操作，没法互动。然后呢，这个云端的机器做浏览器操作呢，也会操作的很费劲，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想让它去操作我的 Word 文档啊，操作这个 Keynote 啊，或者说打开浏览器去处理一些东西，这个你在云端都很费劲。所以通常养虾还是要有一台本地电脑的。道德捕捞啊，例如说太小的鱼不能要，不能压榨渔民啊，捕捞船向大海投放垃圾，捕捞的网和钩子之类比较人道啊，白左，这容易被标签为白左，但是我姑且信了吧。那道德捕捞以后，这个鱼会变贵吗？啊，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如果道德捕捞完了以后，这个鱼就变得很贵的话，这个或者说变得很难吃。你比如说像在澳大利亚，他们用这个人道主义杀龙虾或者什么，这个它会影响味道啊，这个我就不能太接受了，对吧？回民啊，他们去做这个
宰羊啊，或者做这个羊肉的时候，他们是专门要找这个阿訇去做这个祷告的啊，就是不祷告的这个你是不能去杀羊的，对吧？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异曲同工之妙的？今天没有聊 Gemini 啊，可以在这儿先跟大家讲一会儿吧。从我现在看到的，因为我并没有完整的去看谷歌 I/O 的这个发布会啊，但是从我现在了解到的发布出来的这些东西来看呢，我觉得谷歌这次就是发布了一堆寂寞啊，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对于谷歌这种公司来说，你说它技术肯定是很强的，甚至它要比 OpenAI、比 Anthropic、比全世界的这些 AI 公司加一块都强啊，即使到今天依然如此。它的钱也是很多的啊，它比 OpenAI、比什么 Anthropic、比 XAI 都要有钱。它的显卡啊，就是算力卡，所有这些东西都非常多。但是，谷歌真正需要出来演示的，其实不是说我某一个模型突破了，某一个模型特别强，它真正需要出来演示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作为一家存在了这么久，有十几万还是几十万员工的公司，分了这么多部门。它到底能不能在 AI 时代里头把这些部门之间的隔阂和桎梏打破？能不能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把这个整个的公司拧成一股绳往前走？这个是谷歌这样的公司真正需要出来给大家展示的。但是这一次呢，谷歌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它发布了一个叫 Gemini 3.5 Flash 的模型啊，这个模型我今天试了，完全胡说八道啊，基本上是，就是它的模型的品质是很差的，比 GPT 5.5，比这个叫做什么东西比 Opus， 包括是比国内的像什么 Kimi 啊，比 DeepSeek 啊，什么都要差，对吧？它号称我便宜，你便宜你能有 DeepSeek 便宜吗？这不是扯淡吗？那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发一个 Flash， 然后不发 Pro 呢？它 Pro 号称是1-2周以后发。一定是有 KPI 没完成，怕丢人，怕出问题，对吧？那么你既然是没有做出来啊，不敢发，那就说明在整个这一块是落后的。因为大家要知道，谷歌 I/O 开了这么多年了，我大概自己亲自参加过1次还是2次，我大概参加过2次，就是到现场去参加。这是一个全世界程序员的盛会。对吧？你在这样的一个盛会上去发 Flash 啊，不去发 Pro， 这个事儿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奇怪，因为这是流量，对吧？这是关注。你在大家关注点都在这儿的时候，你不去发最好的模型，发一个这种很便宜但又不是最便宜，然后相对比较烂的模型出来，对吧？这个就觉得非常奇怪啊，这就很像是这种大公司啊，层层审批以后。然后做出的困难决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至于说他发的这个叫 Gemini Omi，我现在还没有去测试啊，因为我不知道在哪儿去试，因为我现在在 Gemini 模型里头在 Gemini APP 也好，在 Gemini 网页上，它还是会用这个VOE 3.1啊，不会给我用 Gemini Omi 这个模型去生成视频。然后呢，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在 Twitter 上去晒。就是用 Gemini Omi 生成的视频啊，同样的提示词用 C-Dance 生成的视频，我感觉 C-Dance 甩它好几条街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至于说它的这个 Anti-Gravity 啊，这个我今天也升级了，升级了以后呢，并没有感觉有多好使啊，这个跑了跑，觉得还是在一个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在运作。就到目前为止，谷歌内部依然没有把它整个的 AI 统合在一起。Anti-Gravity 是 Anti-Gravity，Gemini 是 Gemini， 然后这个视频是视频，然后包括它的其他的各个部门还在各自为战啊。所以以现在这样的状态来说，我觉得今天的谷歌 I/O 就是发布了个寂寞，依然在向大家展示说一个老态龙钟的迈不开腿的一个大公司。在 AI 新时代面前多么步履维艰啊！这就是今天我看到的东西。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啊，全球首个海风直连型啊，刚刚建成，宣传的很好啊。到底这个有没有前途？是个噱头吗？
为什么全球只有中国建的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有啊，是微软早就干过呀，对吧？微软特别早就干过这种海底数据中心。至于上海这个，我其实没看啊，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做了什么。微软原来做那东西我是知道的，它就是把一个其实还不是机柜，它像一个锅炉似的东西，然后呢把这个因为是圆柱形的嘛，机柜它是方，就是这个集装箱是方的嘛，方的在海底肯定是不抗压的，所以它用了一个圆柱形的，然后把这个机器塞进去，然后把整个圆柱扔到海里头去，等于散热的问题就解决了嘛。然后扔了几年以后吧，这个机器就逐渐的失效，因为你一旦扔进去以后的话，你是没法维护的，你只能说是现在有多少机器还能用啊，我们就接着用。然后呢，这个叫做不能用了呢，就换一个啊，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到可能可用率达到多少以下，就直接把这东西捞出来了啊。我是看到他们把这东西捞出来了啊，然后上面长满了藤壶啊，也就是如此。后面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用呢？就是我估计还是运作的过程的成本不是特别划算，对吧？因为你一旦扔进去以后，基本上没法维护这个玩意儿。先点赞啊，还没聊到 Gemini 啊，刚才我们聊了 Gemini 聊了一会儿了啊，这个点赞啊，大家都点赞。龙虾不能和编程的电脑共用一台电脑吗？最好不要啊，因为龙虾这个东西，你要想让它发挥全部的作用，你要给它所有的权限。而你在编程的电脑上总有一些不希望他看到的东西。AI 时代教育的视频啊，感觉老范可以和塔主来个访谈类节目，我们来约起来。算了，吃海鲜的时候不能过度思考，是的。但是我现在其实吃海鲜已经不太行了啊，因为我吃完海鲜以后，这个关节会疼啊。这个虽然我没有腱鞘炎啊，但是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就是就是我的这个叫什么？应该尿酸吧，肯定也不低啊，就是高嘌呤。这个我是每天会吃这个，就是我那个降脂药好像是降嘌呤啊，不对，我好像没有吃降嘌呤药，对。但是呢，我吃完海鲜以后，这个手还是会疼一下的，所以我现在呢，这个一年也未必能吃一次。来了啊！你点赞了没？光来了不行啊。购买了 GPT200套餐后，真的开始考虑取消 Gemini 订阅了。现在唯一留恋的是 Notebook LM 啊，Notebook LM 确实还是很棒的。但是我现在呢，Notebook LM 基本上也不怎么用了，因为你要出 PPT 的话，用这个什么用这个 GPT Image 2还是要更好一些。海底数据中心，微软10几年前就在北极干了啊，这个早就有人干过。尿酸高，每天吃叶酸啊，这个我反正平时还行，就是正常饮食的情况下的话，这个手是不会疼的，这关节啊不会疼。好，我们继续啊，这个耿同学打假。有人说耿同学一直都在做打假，我关注有1、2年了啊。耿同学接过广告，哎呀，耿同学这个事儿呢，现在真的是闹得已经越来越大了啊。他呢确实是最近突然火起来了。原来呢我也看过，偶尔看过他的节目，但是呢也没看到他以前在打假。这个最近就打，而且是真的有公司被打下去了啊，不是有学者被打下去了啊，不是公司。耿同学，我今天还看了他一期节目，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有一个报道说他最近突然签了 MCN 机构，他认为这个事儿呢就不对。他说我 MCN 机构一直都签的有，他说 MCN 机构的作用呢就是帮他接广告啊，因为这个事儿自己折腾起来太麻烦啊，他一直也在做。但是 MCN 机构呢并不会去孵化他，也不会去干预他的内容创作。然后呢，因为被这个举报了，说跟 MCN 机构签约了，他只能去跟这个已经签约了1、2年的 MCN 机构去解约啊。而且现在呢，是他老婆也在说他父母也在说他啊，就是说你这个事儿不应该去做。所以他现在也在想说这个未来怎么办啊？这个
他也很痛苦啊，说有可能是妻离子散啊，这个就是完全破家了以后呢，再接着做，也有可能呢是用一些这种 AI 的方式去做啊，这个而是不在自己的号上发，在其他的号上发，那么就是没有这个大号，没有这么大流量以后呢，看看是不是依然有作用啊，这个他还要再去尝试啊，这块呢我们再看吧，反正他现在肯定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还有人说算不上猎巫啊，这个他都有点算是孤军奋战了。这个事儿呢是这样，一个上百万粉丝的博主，你说他孤军奋战这个事儿呢，还是不太合适吧？啊，为什么喊说是猎巫呢？就是他会去激起很多对这个事情并不了解的人，啊，让这些人呢通过对他的信任，相信他说的是真的。然后就一拥而上啊，或者用我们大陆比较常用的说法，就是会裹挟不明真相的群众啊，这个事儿就叫猎巫了，对吧？像他这种在网上啊一个100万粉丝的大号去做打假的话啊，那么很容易形成这种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裹挟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清楚。还是说是老范这个中式思维啊又大爆发了，搜索一下浑水公司，一家专门搜集上市公司黑材料去市场提前做空，然后爆料再获利的公司啊，这就是人家的获利模式，很多年了啊，去学习一下一个正常的社会市场是什么样的啊，不去解决问题，对打假人质疑别人动机提出道德要求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也稍微了解一下像浑水这样的公司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啊。像他们这种公司呢，就是我印象里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是卖报告，你就不能自己去做啊。如果你自己做了空再去卖报告的话，这个东西叫老鼠仓啊，这个事儿在全世界哪儿都是违法的。如果你说我自己去做空的话，那你就不能再去搞后边的这些事情啊。现在呢，能够一边自己做仓一边画 K 线的，也只有咱们董王一个人了啊！因为美国法律要求总统在任期间，他这些事情是不被起诉的，所以他是合法的，其他人都是违法的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搞清楚。现在呢，美国的这些做空机构最主要的生存方式还是卖报告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至于说这个什么呢？这个打假的这个道德标准或者道德的这个要求呢？我觉得并不是说不可以去追求，对吧？为什么不可以这个一定不能追究呢？可以追究啊，对吧？我也不觉得他说我为盈利去打假这个事儿就有什么不对啊，对吧？这没毛病啊，对吧？我要求的是什么？就是打假这件事儿依然需要有监管，因为呢会有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裹挟，对吧？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进行了人身攻击啊，跨过了某一条线的话，那么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就跟浑水一样，浑水如果这个违反了 SEC 的很多规定的话，它也会有问题的啊，这个都是要有规则，所以我说打假没毛病，但是我们要得在一定规则下来去做。而像这位朋友讲的是，一旦开始打假了啊，这个社会不好，他打假了，我们就要无条件的信任他，我们就要支持他，就再也不能问他了。那这个你跟这个作假的人有什么区别吗？不是一样吗？对吧？所以打假依然要在规则范围内打啊，这是我们这一期节目最主要讲的东西。希望这位朋友看完了我的节目，而不是只看了个标题。还有人说恰恰是你所推崇的那套严谨的程序，打不了假才会导致公众不信任。别把逻辑说反了啊！这个事儿呢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因为我主张一套相对比较严格的程序导致打不了假，而是这个有很多假的东西呢被保护了啊。这个事儿是没办法，因为其实在任何国家，他们都希望最上层的人来决定我要打谁不打谁，不是说按规则来决定，对吧？还是说我们家的孩子只能我自己打，或者我自己想打的时候才能打，任何其他人指责都不行啊！这个甭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还是伊朗，就是所有的这样的国家都会有相同的情况，对吧？这个你不能旁边说，哎呀，你这个
伊朗这个日子过得不好啊，伊朗的妇女被这个道德警察欺负了，然后我们要替你这个收拾一下啊，那这事儿不行，这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说了算的啊，你不能进来指手画脚，对吧？一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咱们现在的核心问题不是有一套严谨的程序去导致不能打假，而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形成这种学法体制吧，他们呢确实掌握了很多的资源啊，掌握了话语权啊，那么在这一块呢保护起来了啊，有点官官相护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确实还是有一些人会去发动一些，比如说政府力量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啊，去把人去保护起来。其实现在呢，耿同学也没有碰那些真正有这个政府保护的人吧，就是真的是那种大头的人，他也不敢碰，对吧？他现在也是碰一些这个不是特别这个什么不是特别有背景的人啊，所以结清，你别看结清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啊，但是真的院士他敢碰吗？他绝对不敢碰，对吧？你去碰个院士试试，对吧？他也不敢。那么多中医院士，那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什么做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东西，以岭药业这帮人啊，他敢碰吗？他绝对不敢，对吧？所以呢，这个耿同学打假这个事儿呢，他依然是在这个挑这个有流量的软柿子在捏。还有人说你这期讲的什么狗屁逻辑啊，不应该这水平啊！耿同学的这个视频我也看了，那造假的数据也太业余了，这种论文也能发表，说明整个科研圈包括外刊的编审都已经烂到什么程度了？你还指望耿同学保持低调谨慎就能得到这群人的认真对待吗？这群造假论文的作者就像是敲锣打鼓偷东西一样，他们都不在乎谨慎，你倒要求举报者要像小偷一样鬼鬼祟祟，误报给管理方。他们啊，这个怎么就蛇鼠一窝的东西啊？这个管理者就是造假啊，就是靠造假上台的吧？啊，这么多年偷了国外技术啊，科技有点进步了，还真以为中国科技圈的原创能力提高了吗？啊，这个呢就属于是杂七杂八揉在一起啊。这个首先呢，科技圈里头有假论文这件事呢，我们要承认啊，国外也承认，国内也承认。然后呢，这些假论文呢，也不都是中国人写的啊，老外也写啊，什么哈佛、斯坦福这些这个学校里也出这个假论文啊。所以不要老觉得啊，这个就跟中国怎么回事了，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因为一块耗子屎你就把一锅汤全扔了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科技还是在发展的啊，在这么多的假论文这个在这个里面吧，也并没有说彻底把整个科研圈全废掉，对吧？大家还是在往前走，咱们能够把这个叫做什么呢？能够把这个假的踢出来啊，让大家认真的去把这个科技做好，科研做好，不就对了吗？至于为什么要求耿同学小心翼翼一点呢？这个事儿也是保护他，对吧？如果他像这个比如方舟子这样四处骂人、四处树敌啊，然后这个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怼了一些不该怼的人，那这个不就没了吗？那我也希望耿同学这个事情可以长长久久做下去啊，对吧？你这个怎么好了还不实呢？这种人，但是我觉得他能写出这么一大堆乌七八糟的这个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东西呢，认知水平是不是也有待提高啊？还有说这个耿宏伟也是搬运了 PubPeer 上的这个批评，真正原创的这个质疑点很少啊。这个你看，又有人去说了，你这个你给人家纠错啊，你这个也是抄回来的。那人家 PubPeer 上写了，但是没有反馈啊，谁也没理他呀，对吧？并没有影响国内这帮人升官发财啊。那耿同学把这东西拿回来，这个再说一下，又有什么问题呢？而且他又不是发论文，对吧？他也不需要去引用写出处。你发论文，你说我这个东西从哪儿引用的，对吧？你要把它写清楚。他不发论文啊，对吧？你去纠结这玩意儿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神奇啊。你看，这不是有人去揪这个耿同学的辫子了吗？对吧？都有，对吧？所以让他稍微的小心谨慎一点，是在保护他啊。
范老师，现在 GPT 和这个 Gemini 20刀的，哪个更推荐订阅啊？不编程就是日常对话和画图之类的，还是建议你使用 GPT 啊？这个 Gemini，当然 Gemini 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说我是 Gmail 和 Google Workspace 的这种重度用户的话，也可以用啊，因为你使用GPT 的话，跟这个整个的这个 Google Workspace 和 Gmail 打通也是通的，但是没有那么痛快啊，没有那么顺畅。其实200G 套餐当成一个年费5T 的云盘也可以啊，这是说的什么呀？就20G 20刀的这个套餐就有5T 云盘了嘛？人年纪大了之后，身体就会更敏感，容易各种过敏。我说的就是我自己，大多数好多之前随便吃的东西，现在吃不动了。春天也容易流鼻涕、过敏，20多岁的时候从来没有过。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人讲的是这样，就是，中国人在国内不过敏啊，然后到了美国就开始过敏，然后呢回来呢，这个稍微适应一段时间就能好，然后再回到美国呢又过敏，对吧？现在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是这样，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啊，或者说这只是极少数人的情况，还是一个很广谱的情况。Notebook RM 我现在主要用来看书啊，丢进去点思维导图啊，基本就等于把书读完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你还不如扔给 GPT，然后让他去给你出思维导图呢，一样的。但还是有些书要自己看。今天 Gemini 变强了啊，真的其实一般，就是 Gemini 3.1 Pro 跟原来没什么太大区别，Gemini 3.5 Flash 我觉得比Gemini 3.1 Pro 还差。提前想一下今晚的赛博吃播吃什么？这个今晚不要赛博吃播了，我们有评论读完事儿了。耿同学最后别成了商雪峰啊！努力过度上百万粉丝的人，内心是肯定不可能如此平静的表演，都得表演一下啊！这就不说了啊！这个他其实。还好了，张雪峰那种呢，是后边有一个巨大的公司，上市公司，对吧？你需要这个盯着一屋子人吃饭啊，这个压力确实是很大。至于耿同学这个呢，其实还好啊，他没有那么大团队的话，不是那么费劲。等川普不当总统的时候再和他算账啊，应该不是免罪了。如果他真的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这个反正美国法律，特别是跟总统相关的法律呢，我觉得我们当笑话听就完事儿了啊，这个没必要太认真去研究。最近刚刚搭配了一台性能强劲的电脑，打算玩一下本地大模型。老范觉得用本地大模型有什么能变现的方法吗？这个本地大模型肯定是做一些这个云端大模型不让干的事情啊，各种黄赌毒啊这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如果你说我想做一些云端大模型也让干的事情，那肯定是云端的比本地的划算，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做这种，荷尔蒙很强的电影啊，这个事情你可以用本地大模型去跑，因为那个云端会限制你。聊一聊 token 出海这件事儿吧啊，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在搞 token 经营。这个事儿呢，对，我本来是想上周末去做一条视频的啊，去讲一下这个 token 中转站的事情，但是怎么说呢？最近事情稍微有一点点多啊，就拖下来了。不行就下周做吧，让我稍微的缓一周。就是 token 中转站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事情啊，这个千万不要想着说我这个找一套开源的东西我就 token 中转站了啊。这个不是这么玩的，坑非常的多，而且现在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开始抓人了啊，就是在国内做 token 中转站已经开始抓人了啊，一定要注意，是真的抓人啊，字面意义上的抓人。每次看这读评啊，最大感触就是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
保持平常心就好啊。这个我觉得我还算比较平常的啊。这个一方面呢 ，YouTube 会把特别过分的话直接删掉啊，这个我也看不到。你们反正骂的有人骂街骂的很开心的，然后你就认为他不见了就好了，对吧？然后我能看到的就已经好多了。这个想看你的会员能微信支付吗？不能，必须是 YouTube 订阅。有机会讲讲上海的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啊，不了解。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啊，只能做一些擦边啊。谢谢您的答复啊，这个对啊，看你的名字里头有日语啊，这个日本在这方面还是底蕴深厚的。好，我们继续。这个 H200入华啊，有人说了，说京东上供的是欧洲货，这个怎么说呢？他敢放得上卖啊？这个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敢买。至于是哪儿的货呢？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啊，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我想想应该怎么讲，就是一种传说就好了。啊，还有人说特朗普已经对记者说了，中国不要 H200，非要自研。特朗普说的话呢，我觉得，反正我们就等着看。也有可能最后就进不来啊，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甚至呢，现在这个10家企业每家7.5万块这个卡的事情呢，在国内现在在进行新闻撤稿啊，就是很多的新闻已经都删掉了。这个事情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其实谁也不知道啊，咱们也只能耐心等。还有人说京东上卖的5090显卡和游戏主机一夜之间全都不带地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呢，海关总署发了一个文，所有的5090D 和5090D 二代啊，就是二代 D，禁止进口啊。它这个文章，这个文件已经发出来，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发的啊。这个5090跟5090D 以及第二代 D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5090是游戏显卡啊，专门给游戏用的，是这种民用卡，但是呢，它的性能也很强。也触犯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所以呢，环仁勋做了一款叫5090D 的显卡，就是阉割版啊，去掉了一部分功能，啊，去掉了这个，降低了那个内存带宽，降低了这个显存的数量啊。但是呢，这个5090D 还是很强大，这个美国政府说不行啊，你还是不能卖，就只能是什么了啊？这个就是那他就做了一个5090D2啊，就做了这么个卡。那么现在呢，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受这气啊，对吧？啊，这种事儿我们怎么能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孰不可忍啊？叫孰可忍婶不可忍啊，所以就直接把它禁掉了。其实呢，5090一直都可以买得到啊。这个在中国的电脑市场里，在中国的这个甭管是笔记本还是什么这个市场里的，这个5090就没断过，对吧？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别费劲了，就别递了。对吧？藏着掖着干嘛？D2又被禁了，哈，D2没有被禁，是咱们禁了啊，就那边随便，咱们禁了。中转违法什么法？这个怎么叫中转违法？就是倒腾这些这个叫什么嘛？倒腾这些显卡嘛。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法律出来了啊，美国要求制裁，中国要求说不得执行制裁，对吧？我们各自的法律相互矛盾，但是没关系，我们反正都执行，对我们管辖法律管辖范围内的这个公司和个人去执行就好了，对吧？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啊，任何公司因为像国内倒腾这些 H200啊，或者是这个5090啊，没事啊，大家就只管干。如果被美国处罚了，谁敢去执行这个处罚，我们就处罚谁啊。大概现在就是这么个状态。这两天在抖音上还有一个视频特别火，就是本地跑 DeepSeek V4 Pro， 那就是 H200的显卡啊 ，H200算力卡，然后8块卡，咔拼一台机器。装起来以后给人装上去，那这些 H200哪来的？就是这样的嘛，所以就不用想这个东西在国内很多的。说个前几天的见闻啊，碰见一位丹麦和荷兰的同学，一个医生，一个是创业的 CEO。荷兰同学大声称赞
特朗普做得好啊，欧洲也要觉醒了。丹麦同学胆战心惊的说，可是这人要侵略我的国家。我说，本来想换个地方待待，结果发现美国越来越像祖国了，好吧？啊，这个是格陵兰岛哈，哎，格陵兰岛哈最近又没什么声音了，而且格陵兰岛应该好像一直也不是丹麦的领土啊，它应该是跟丹麦之间签了一个什么协议吧，就是丹麦属于代管的一个状态。我的丹麦老哥现在烦死 USA 了啊，好吧？这个现在我觉得最痛苦的应该是这个谁啊？现在应该是加拿大，对吧？本来可以当美国第51个州的，现在要当52了。现在委内瑞拉要当第51个州啊，再往后排就是52了。所以加拿大难道不着急吗？啊，至于丹麦的话，没准就53了啊。也如果丹麦到了52，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加拿大就变53了啊。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抢一下位子。对的，是在日本啊，无意中听到一些你关于 AI 的节目，确实眼光独特啊，这个讲解也深入浅出，总之受益匪浅。希望以后能听到你更多关于 AI 的节目。好的啊，这个我们会尽量去讲吧。会直播惊见12飞吗？会的啊，这个我已经在跟土拨鼠沟通这个事情，应该是周五早晨，就是北京时间周五早晨6点半啊去直播。啊，中转 API 啊，中转 API 是违法的，这个事儿不用想，一定是违法的。这个回头我去录一个会员节目来讲这个东西为什么违法吧。这个再往后啊 ，Anime 短剧爆火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说从来不看这种短剧烂片，更不知道其内容了。说白了，就是大众的素质太低啊，只好迎合他们了。这种事儿呢，我觉得就属于您的这个，怎么说呢？有一点点这个太高看自己了啊，太低看这个大众了，对吧？任何人觉得大众只配看垃圾的人呢，就不太适合做传播啊。这个事情很简单啊，有人愿意看就一定是有道理的。那我们只需要去研究说为什么大家愿意看就可以了，对吧？你谁不想迎合？都想迎合。那为什么都想迎合了以后，有人就成功了，有人就失败了，甚至失败的人还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去失败？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东西，对吧？而且很多是你没看过短剧啊，然后你就说啊那就是烂东西啊，这个就跟你没吃过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是一样的。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当时在盛大，我们做电子书啊，然后有一帮清华的博士。说我这辈子没看过网络小说啊，这么 low 的东西，这么低俗的东西，为什么要看呢？浪费生命，对吧？写的还都那么老长啊，你一点意思没有。但是呢，做出产品来你必须得试用啊，说你不试用不行啊，对吧？你必须得看，然后就开始看，然后第二天开着车就要撞我呀，我说你干嘛呀？你谋财害命啊这个，哎呀，说不行，这个昨天看了一晚上没睡，这个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我没看过啊，但是呢，不要用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批判那些看的人，啊，这个我觉得大家用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心态，哎，你愿意看，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啊？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个啊？然后呢，他为什么在这一块可以吸引到人？我们用一个平常的心态去看，而不是说，哎，我天天吃这个，比如说吃龙虾了。然后旁边一吃红烧肉的啊，我没吃过，哎，你们这帮吃红烧肉的人好 low， 对吧？他实际上就是干这么个事儿。啊，还有人说了啊，看来爱国主义啊、仇日啊、仇英啊、仇美的消费市场真的很大，而且还是国家帮忙培养出来的。这件事儿是这样啊，就是他这一期呢，确实是一个抗日的一个戏份。但是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人呢有他的局限性，对吧？像我们从小长大学的各种课文都要讲说，哎，这个文章的作者在当时那个年代他为什么这么想问题，他的局限性在什么地方？对吧？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啊，它有这样的局限性，我们看就好了。然后啊，这个一个抗日的剧最后火了啊，那么
这个国家愿意说我们承认它火了，这没毛病。你如果是一个别的剧，比如说，哎，我现在这个要反对一下腐败啊，或者是说一下现在制度有问题，它可能也能火，但是没火起来就直接被封号了，对吧？那么它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能火起来，肯定也是我们的市场规则允许它火的啊。而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把人培养的叫做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你去反思抗日战争这件事儿，并不叫仇日啊，就是当时他们确实做得不好。那你说我现在在上街把日本人扎死呢？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属于250了，对吧？没有任何意义啊，因为你面前的这个日本人，或者说你身边的有日本人的话，他也没伤害你，对吧？每一个人只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就可以了啊。我并不认为说这个抗日的片子就仇日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分清楚的。还有人说，既然有5亿的流量、8亿的播放量，很多人付费去看了，为什么钱没收上来啊？说平台标准，但无论什么标准，播放量在那摆着呢，为什么挣不到钱？就是说平台不认可，所以广告量低。这个我觉得呢，这位朋友就没有好好的看咱们的节目啊，因为这个节目到后边确实要稍微复杂一些，对吧？跟大家讲了一些平台的一些规则。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节目呢，肯定还是挣到钱了啊。他最后挣到的钱应该会有个几十万吧，不到100万的，或者100万上下的一个钱啊，大概是这么多。然后呢，这个钱数现在应该还在不断的上升，他的名声也起来了。现在呢，这2个人已经开始在很多的电影院里来放他这个片子，然后呢，在开各种的首映会、见面会啊，就是他们的名声已经彻底打响了。那么未来呢，一定会有其他方面的利益进来啊，这个是不用太担心了。现在应该也不会再有这个 MCN 机构说，哎，你签了字以后必须要这个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片子了，他们应该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这个创作自由了。它是这样的。至于平台标准呢，是你这个这么高的播放量，肯定在平台里头也是凤毛麟角的。但是平台呢，肯定不喜欢他们。平台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拼命花钱买量，买完量以后，我再这个继续去播放啊，播放了以后，让我发给你的钱，你再拿回来买量啊。比如说平台我发你50万，你把这50万里头的49万拿回来买量啊，这是平台真正喜欢的是这个项目啊。所以像他们这种这个挣到钱就直接揣兜里准备拍下一部片子的呢，一定是平台不喜欢的。还有说这个丧尸清道夫国产爱死机。比这个有讲头吧？这个，我呢当时本来是这2个节目都准备了啊，这个就是丧尸清道夫这个节目我也准备了，但是后来呢，我还是讲了这个 anime 这个项目啊，没有讲那个丧尸清道夫。原因呢是这样的，就是丧尸清道夫呢，做的是这个。叫做什么呢？是纯 AI 的片子啊，纯 AI 的片子。但是呢，它这个里头，这个作者呢，也是一个，我想想应该怎么讲，也是一个专门从事摄影的人啊。他是在云南还是贵州的一个小县城里头，给人做婚纱摄影的啊，也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婚纱摄影，也做一点点这种小导演啊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去做了这个国产爱死机这部片子啊，或者这个片子应该叫《丧尸清道夫》这个片子吧。他呢是用了10天的时间啊，花了3000块钱抽卡，就是用 C-Dance 2.0去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的播放量大概有几千万。据说呢，国外有一些这个创业的 AI 视频制作者呢在找他，但是呢，这个找他的人应该也不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人吧。后边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合作，他也挣不到后边的钱了啊，所以就没有去讲这个故事。那我为什么会去选择 anime 这个故事来讲，而不去讲这个丧尸清道夫呢？其实这2个故事最后对于我来说啊，落到的这个叫中心思想吧，咱们就是写作文要有中心思想嘛，都是一样的，就是人想讲故事，你真正的这个审美以及你想讲的这个故事，才是这个在 AI 时代，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包括是短剧时代最有价值的东西。技术上的东西都是所有人都能技术上的东西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啊，真正差异的是你的审美啊，你的这种讲故事的能力，或者说你到底想讲一个什么故事，这种欲望啊，这个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
以及你对故事本身或者对艺术本身的这种要求啊，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其他的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这个就这两个故事我都想讲，而且在这个里头呢，我觉得 Anime 这个项目会更偏重一点这种艺人追求这件事情啊，就是艺人的风骨、艺人的追求，对吧？这个是才是我现在为什么没有讲这个丧尸清道夫的原因。就是我最讨厌的是那种说，哎，现在有 C 蛋挞 2.0 了，啊，有什么什么，比如可灵 4.0 了，啊，然后呢，一键啊，一个提示词，一个什么东西，你就可以生成什么东西，这个是我比较讨厌的啊。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审美啊，没有构图，没有这个这种对这个结果的追求啊，没有这个一步一步去抽卡的这样的决心，你就做不出这些东西来。这种所有一键的那个都是错的。老范好像比较喜欢美剧，能推荐几部吗？哎呀，最近美剧看的不多呀。美剧，哎，据说《黑袍纠察队》播完了啊，这个我还没看呢，我准备去刷去。浦东捅了3个啊，会被认定精神病吗？我估计可能很快就会删稿，这个稿子可能很快就不见了。大众有格调低下的权利啊，他也有看不上大众的权利，只是别让他成为制定规则的人就行了。哎，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所有看不上大众的人呢，不建议在这里发言啊。这个其实我自己也经常讲说，这个屌丝永远占大多数，但是呢，我并不认为屌丝爱好有什么不对的，对吧？这个挣屌丝的钱一点都不丢人啊。我记得马云就讲过，说你看，我去挣这个钱一分一分的，这个丢人吗？不丢人，对吧？啊，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心态的啊。刚才你直播的时候，突然谷歌做了一个分屏啊，加了一个广告，把你的声音打断了。谷歌居然，哎，这个我还不知道啊，这个我没遇到过。呃，这个真没想到。MacBook Pro 跑本地大模型很差吗？这个就是你跑本地大模型，你想跑出比如 DeepSeek V4 Pro 这样的模型的话，你没有个可能我想想，100万美金的机器你是跑不起来的，对吧？所以就别太费劲啊。你能够在本地跑起来的模型，也就是个比如32B 或者是35B，也就这种机器能跑起，模型能跑起来，这个都不行的。买了2个3090啊，玩一玩本地模型跟视频生成啊，我觉得你去玩一玩视频生成和这个什么就可以啊，或者语音生成就可以了。语音生成其实都没必要在本地玩，你在云端玩都够了。本地模型能力跟云端没法比啊。换个角度思考，如果 Mac 跑模型划算，那些大厂为啥还要去买英伟达呢？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今天也听到一个说法是这样，就是说，你看原来咱们都使用大型机啊，都是那个叫 mainframe，后来呢开始 PC 啊 personal computer，再往后呢就到手机，所以呢，他们认为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算力的提升，最终呢可能有一天还是会把这些信息啊这些模型跑到本地的。这件事儿呢，我不太确定啊，因为关于技术怎么发展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有可能吧，不能给它设一个天花板，说永远发展不到这一天，对吧？语音生成本地模型也推荐啥？我用的不多啊，本地我用过Index TTS2啊，就是 B 站出的，用过千问三，应该是千问三 TTS 还是千问3.5 TTS，我忘了，反正好像是千问三 TTS8，那个模型好像是有一个0.8几 B 的，还有一个1点几 B 的，我都用过啊，感觉都很好。但是后来我也用的就很少了。迪士尼优速通的事情这几天分成2派在吵架，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吵的？我觉得迪士尼的事情核心只有一点，就是中国的这个人实在太多了啊。那些机器人公司在机器人体内装的
跑 AI 的计算机大概是什么规模？其实很差的啊，他们基本上跟那个电动车上做无人驾驶那个是一样的，可能也就是1颗到2颗索尔，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算力，应该是可能1500 TOPS 啊，撑死了有2000 TOPS，不会更多了。所以像王星星他现在想做的，包括不是应该是理想吧？所以理想他们现在想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家里头装一个这个专门的算力主机，然后呢，让这个你家的机器人可以使用主机上的算力去做一些本地的事情，对吧？就相当于是一个算力 NAS 式的东西，这个也算是一种思考啊。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能够把成本降下来，怎么能够让它真正能够跑起来，还是需要去等一等的。我上海迪士尼怎么了？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上海迪士尼可以说是全球迪士尼最差的一家，我还真没去过。我迪士尼呢是去过3家啊，香港迪士尼去过，然后这个东京迪士尼去过啊，可能还去过2次还是3次。然后呢，这个不是旧金山，是洛杉矶的迪士尼我去过。洛杉矶迪士尼我不对，我洛杉矶迪士尼没去过。我洛杉矶每次都是去环球影城，我洛杉矶就没去过迪士尼。对，我大概去过2家迪士尼啊，就没去过上海的。就我曾经说是不是去一趟，后来说算了，家里小孩也大了，大学生对这玩意儿已经没兴趣了，对吧？这个就算了。我儿子是我小时候，就是他小时候我带他去过香港迪士尼和日本迪士尼啊。日本迪士尼我自己去过一次啊，比较小的、比较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最近看苏超啊，突然想到运动员才是永远不会失业的职业啊。这个苏超，你想运动员能运动到几岁啊？你也不可能说运动到7老80。好，我们继续啊，这个理想2小时访谈这一期啊，这个还是挺多人留言的。有人说理想在立人设啊，有些东西听听就好了。这个事儿呢也是这样，就是你包括雷军的很多东西，他也在那立人设，对吧？谁不出来立人设？你一个人上来掏心掏肺跟人讲，傻子吗？那是，对吧？你以为我今天在这讲不立人设吗？你觉得我就是跟我现在表现的状态完全一样的人吗？没有的，任何一个人在公众场合或者在一个你要这个有意识对外去进行输出的场合，都是在立人设。但是你不能因为他立了人设，他讲的东西你就不听了，对吧？如果你想，哎呀，这个人在立人设，那个人在立人设，那你就不用出门了，在家待着不就完了吗？对吧？还有人问啊，说他们用的是什么 AI 工具呢？这个首先第一个 AI 工具这件事并没有那么重要啊，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理想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所有不编程的人都喜欢用 Open Cloud，喜欢用龙虾，对吧？就是他们的财务、法务、文科生啊，通通都是龙虾。然后呢，所有编程的人都是 Cloud Code，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 Codex 呢，它反正也会试吧，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有什么新的就在试。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价格都不是问题啊 ，token 价格都不是问题，对吧？你卖一辆车可以足够这个一屋子人使好久的。然后说理想完全没有 AI native thinking 啊，所以还是要多听听00后对 AI 时代的看法吧。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是这样啊，我从来不认可任何的 AI native 或者各种什么什么 native 这种事情，对吧？就是所谓的 AI 原生，呃，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啊。所有强调原生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做的没有别人好，你还想让人家去选择你。你想去扭曲别人的选择，你才会去强调 AI 原生，对吧？或者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这样的一个玩法，才叫 AI 原生。这玩意儿就跟咱们出去买猫猫狗狗似的，对吧？他强调说我这是赛级血统，一定是纯种的，那为什么？就是为了卖的贵呗，啊，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啊。我们最终使用 AI 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 AI 原生，而是为了去追求解决问题。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至于00后对 AI 的看法呢，这个我也会去研究呗。如果有哪个00后讲的特别好，或者做的特别有意思，我也去看一看呗，对吧？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并不排斥啊。
还是说理想股价暴跌了啊，不裁员这活儿，这个不裁员这话自己偷偷说就可以了啊，千万别让华尔街知道啊。这个里头呢分了几件事啊，第一个事儿呢是这个叫做什么呢？华尔街呢确实比较相信这个裁员就要涨股价啊，他们确实相信这个，他们比较相信呢就是人效比这套东西啊，但是我是不信这个玩意儿。你只要能把事儿做好，能把车卖掉，这个股价到底是高是低或者是什么样的，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啊。你说我车卖不掉了，然后大家不喜欢我的车了，然后最后这个车卖的很烂，或者车出问题了啊，那你这个股价该跌就跌呗，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跟你裁不裁员有什么关系没有，对吧？这个不重要。至于理想是不是要裁员呢？这个你看呗，他反正2024年32000人，2025年3万人，就是他还是少2000人。对吧？这个人也是在不断的流转过程中所以你认为他裁员了也没问题，但是他要喊说我不裁啊，这件事呢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老板的表态嘛。然后罗永浩那就这个不看了啊，这个也有人在讲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你可以说，哎，罗永浩我不看了啊，方舟子我不看了，然后这个人我不看了，那个人我不看了，这个何必呢？对吧？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设这么多限制，设这么多的这个墙呢？没必要，对吧？这个罗永浩的内容其实我也是不看的，但是他有好的有趣的内容，那为什么我就一定因为他是罗永浩我就不看了呢？没必要对吧？我看理想的这个分享去的，我不是看罗永浩去的。如果罗永浩说我自己今天站在这儿说这个2小时，那可能我也懒得去看了，对吧？但是我并不排斥，如果有人告诉我，哎，罗永浩这期讲的特别好啊，这讲了很多很多东西，那我也会出于好奇心去看一看，我不会排斥这些东西，对吧？我觉得你这个排斥本身呢，它属于一种戒断反应或者说我们叫过激吧也有叫做变态反应这个变态确实有点变态。这个当然你不要那个觉得我在骂人这个变态反应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医学名词，就是很多的过敏反应实际上都属于是变态反应。你像我呢也有一个东西是不弄的就是茄子我不吃茄子从小呢是吃的但是后来有一次生病，夏天嘛生的很重的感冒还是什么病我忘了，腮腺炎反正是很难受生病的时候呢因为我爸带着我住在清华院里就每天吃食堂，夏天嘛天天吃茄子，天天吃茄子。因为茄子烧肉呢还是一个比较贵的菜我爸希望我生病的时候可以吃的稍微好一点就天天吃这个。然后呢病好了以后，我忘了那时候是几年级了小学，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吃过任何一口茄子只要看这东西想吐。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少变态一点好大概就是这样。你不能每一次说哎罗永浩我不看了这个谁方舟子我不看这个是谁谁我不看了，没必要不要给自己设这么多限制，不要给自己立这么多墙。上海迪士尼是真的难核心操作层面的矛盾就是中国2线城市的人不知道怎么排队我的天爷那个排队秩序太糟糕了我在日本、美国、日本、香港都去过，巴黎那家在门口没进去，综合体验上海最差，不接受任何反驳那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到了上海的人可能确实是觉得我为什么要排队这个讲到排队，我记得我以前在山东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在山东，在那儿买火车票赶快上那儿排队，然后后边人说，哎，你是不是北京来的？我说你怎么看出来的？看见个队就想去排，这么守规矩，一定是中央来的，给我气的。上海迪士尼不多花钱，绝对没有体验感。北京环球影城也差不多，香港、东京、新加坡会好很多这个好吧，北京环球影城我原来还想去看一次的，后来你要这么讲的话，我也懒得去了。香港就是有点小，东京压根儿不提供快票美国两家人也不少但是排队秩序好巴黎那家没进去，不知道这个日本好像有快票吧？我怎么我怎么印象里日本有呢？我记印象不深了香港那个确实是很小，日本那个呢
反正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说哪个一定要玩，哪个一定不要玩这个，对吧？所以我那次也是带着小孩啊，带着老婆孩子在日本，就是早上一早进去，然后随便做几个，然后吃饭也就可以了，大家开开心心就完事儿了，并不是说一定要多做几个，少做几个。这个 Figure AI 这个呢，我确实看了啊，但是我并没有聊，为什么呢？我觉得 Figure AI 这件事儿呢，他们也是在做融资啊，因为让机器人去做这种分拣本身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呃，它没有机械手，没有这种固定机械手的效率高啊，而且成本也很高啊，就是成本也不划算。之所以让 Figure AI 的这个机器人在那儿去做这个分拣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融资，就跟咱们前面讲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王星星的宇树科技造一个机甲这个事情其实是一样的啊，这个真没必要。但是他也没办法，你再不融钱，他可能就撑不下去了，所以必须要做这个表演，而且也有很多人愿意看这个玩意儿，那就让他做呗。新加坡有迪士尼吗？啊，这我还真不知道。类似 NAS 的本地服务器，没准还真行啊！哪怕做个预筛选啊，有些边缘计算的任务，真不需要太强的智能。真碰上太复杂搞不定的，让执行缓一缓，等云端回复啊。他们其实，在本地主要还是希望去做这个本地的这种人车家这种东西的运算啊，因为呢。这个理想自己做了个芯片，但是那个芯片到底是什么样，我不太确定啊，因为跟我没什么特别大关系，对吧？它那个芯片叫做马赫，据说呢单芯片可以达到1000 TOPS，双芯片的话大概能达到2000 TOPS 啊，所以他希望在本地用它这个芯片跑一些模型啊，去做一些跟机器人啊，跟这个其他的一些家电相关的这种算力。因为你不希望你家里的视频、家里的图像传到服务器上去，啊，这个还是很危险的啊。这个马斯克的工程师，就是特斯拉的工程师，就在这个特斯拉的后台看各种车震视频啊，这个车嘛，对吧？总还是可以做一些这个有趣的震动的，所以这个还是有需求吧。就这么说吧，花同样的钱，美国任何一家迪士尼的体验，绝对是上海的4倍多啊！而且，即便是美国国庆日那种人流大的日子，秩序也是有的啊。上海那个，我的天啊，各种抢挤、吵架、动手，孩子在旁边哭，妈妈开骂，爸爸们要动手了。我那一年去啊，这个简直就是。好吧，这个听你这个，我已经彻底对上海迪士尼没什么想法了。茄子烧肉啊，一个钢铁直男对儿子质朴的爱啊，朴实的爱是这样的。哎，这个又能怎么办呢？这个去年去香港迪士尼一天可以轻松的玩遍所有项目，我觉得所有应该不至于，但是大部分还是能玩的吧。上海要是能够一天玩的这个得多花3000左右啊，那么多吗？好吧，这个我就没什么想法了。哎，我刚才看到一个朋友的，嗯，我在这儿呢，没有小扳手啊，这个会员是要有小扳手的，发一个，多花钱了也没有体验啊，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好吧？其实我去香港迪士尼也好，去日本迪士尼也好，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的表演非常的认真，激情满满啊！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没意思了。Gemini 3.5聊了吗？啊，聊过了啊，在比较开始的地方。怎么看孙宇晨说 AI 永远缺存储这种说法？这个
我不太关注孙雨晨说什么啊，这个回头我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迪士尼没有啊，迪拜的再建新的迪士尼啊，伊朗被锤了之后，迪士尼股价也跌了啊？为什么？伊朗被锤了，为什么迪拜它会跌呢？迪士尼会跌？之前去上海迪士尼弄了个全套的尊贵卡啊，尊享卡啊，这个旁边正常排队的人真的是幽怨的眼神看着我走过去的，好吧？新加坡是环球影城啊，我觉得环球影城还是挺好玩的，环球影城比迪士尼好玩。谷歌 coding 方面还是没希望赶上 Cloud 和 GPT 的，差的还比较远啊，差的还比较远。上海迪士尼是你进去之后还行啊，但是你还没进去之前，那阵仗是真扫兴啊！即便我是快速通道了，你满院子看的那种吵架也是很扫兴的。哎，这个实在是太惨了。可能是因为迪士尼在，这个啊，好吧，在导弹射程内哈，这个也没什么办法了。好，我们继续啊，这个三星罢工。法院已经禁止罢工了啊，或者说罢工不能影响生产，不影响生产罢工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好像工会没有认这个事儿啊，明天可能还是会罢工的，因为21号要开始罢工嘛。视频在三星劳资冲突、HBM 战略地位、SK 海力士领先这3块基本靠谱，但是把三星罢工直接推导成中国 HBM 产业链窗口期逻辑跳得太快，这个短期受益者更可能是 SK 海力士、美光科技，已经验证资格的 HBM 供应商以及部分封装设备国产替代方面，中国本土的 HBM 要真正进入 AI 大厂主流供应链，还差稳定量产，加上良率，加上客户验证，加上不被制裁卡死这几关啊。这个我觉得呢，你可能没有仔细看完我的节目啊。我讲到的是，国内产的这个 HBM 呢，可能会在华为上用。对吧？别的我也没讲，我并没有讲说，这个英伟达或者 AMD 或者英特尔就会去买中国国产的 HBM。在这儿呢，跟大家讲一下吧，这个事儿很多人老觉得，因为我今天还要上传一条视频，是讲这个存储的，因为长鑫跟长江存储要在中国上市，对吧？那么在这儿跟大家讲一下啊，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是什么样的啊？它制裁呢是 DRAM。因为你做 HBM 是必须要用 DRAM 的这个晶圆的啊 ，DRAM 呢在中国18纳米以下的是不允许有的啊，你只能拥有18纳米以上的制程。那么中国现在能够生产什么样的 DRAM 呢？SK 海力士在无锡有一个生产线，能够生产13纳米的芯片啊，那你说这个是不是突破了美国的这个禁令呢？也不是啊，因为呢。第一个，这是韩资企业啊。第二个呢，就是在美国发布禁令之前，这条生产线就进来了啊。但是你以后想再继续升级，你就升级不了啊，就只能是停在这个位置上了啊。这个SK 海力士向美国申请说，我想再去把这个新的设备弄进来啊，然后让这个生产线升级，这个是做不了。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生产线呢，就是长鑫存储啊，在在合肥的生产线，他们那个生产线能够生产16纳米的 DRAM 啊。当然你说这个是不是违反美国禁令呢？也没有啊。大家要注意，长鑫存储并不是一个美国制裁的公司啊，就不在实体名单上。长江存储反而在实体名单上。然后呢，长鑫存储呢是买了德国全套的这个专利啊，然后呢。他自己进行的一些改进，因为美国的制裁要求就是使用美国技术的不可以进啊，其他的可以，我管不着你，对吧？所以呢，现在中国的是13纳米的和16纳米的是可以的，然后美国的禁令是18纳米以下的或者更高的吧，就是比18纳米更高的这个制成的所有设备和技术不沾到美国的啊，就不允许去中国了啊，大概就是这样了。然后 SK 海力士也没有办法在
无锡继续升级它的这个设备了。然后你要想去做 HBM3啊，包括 HBM3E，你需要至少是10纳米或者是12纳米的这个 DRAM 晶圆才可以做出来啊。它这个现在SK 海力士在中国生产的晶圆，包括这个叫做什么长鑫存储做的这个 DRAM 晶圆啊，都是没有办法拿去生产这个 HBM3的啊。但你说我这有一个 HBM2，或者说一个在等级之外的东西啊，我做完了以后自己用行不行啊？这个也没人管你，对吧？所以关于 HBM 的这个事情呢，大概就跟大家解释到这里啊，这里头也比较复杂。有人说国内难道就可以随便降薪水随时毕业吗？啊，您还真说对了，国内就是可以随便降薪水随时毕业，而且不但可以随便降薪水随时毕业，还可以干一个更恶心的事情，我可以把你开了，开完了以后要求你转成外包，再给我回来干活来，你就从一个固定员工变成了一个外包员工，对吧？这个都是允许的啊，没人管，特别是华为特别喜欢干这种恶心事情。啊，因为伊朗在中东一套乱锤，迪拜旅游业还是受影响了啊，这是肯定的。谁也没惦记说我跑到那儿举着手机拍导弹啊。对，大家还是要记得点一波赞啊，要调飞行模式了，回头听回放啊，也快要结束了。你去上飞机吧。成年人可以去阿布扎比的法拉利公园，那个是真的刺激啊，这个没去过，就是中东我是都没去过的。上海迪士尼是每天都这么多人，还是它也有淡季啊，我估计应该每天都这么多人。这个海力士最新的 HBM 整个的模式已经完全从标品变成了定制化，它同英伟达基本上是在一起长期研发适配的啊，而且然后再经过先进封装在一起，英伟达再接受另外一家 HBM 供货商需要这个也都需要这个周期。也都需要这个过程啊。长鑫未来的 HBM 市场肯定主要是针对国内市场的芯片啊，但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这个石锅棚开播了啊，这个没事去吧。冬天可能算是淡季啊，这个我现在什么季节我也不想去了，听你们讲成这样了，我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最后一条视频的读评啊，是这个华为白嫖开源这条啊，有人说这就是机操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很多人不知道啊，多年前思科案不但源码这个拷贝粘贴啊，连思科的版权声明也一起拷贝粘贴了。我相信啊，华为是能干得出这种事儿来的啊，没有任何问题。这个还有人说爱沙尼亚的这个电子身份证需要拿着护照去就近的爱沙尼亚使馆激活，领一张数字 ID 的智能卡，然后才能使用官方网站注册公司和管理税务，不是随便网上点一点就能够完全流程起来的啊，还是有线下互动的，好吧？这个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事儿挺热的啊，后来我就没有太关注这个事儿了，就是以前很多币圈人在玩这个东西，也算是一种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税务优化吧。这么说吧，现在华为很多中层应该是我这个年纪的人，我当年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城市生源基本都去了国企、外企，出国去华为的很多都是农村生源。我这里不是歧视农村孩子，但是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相比城市的孩子缺少一部分人文道德，也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你还是歧视了农村孩子啊。我并不认为能够做出这种决定的人就是农村孩子啊，我不认为会有这样的地域划分。我相信是什么呢？就是人在一个环境里头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就像以前我们讲说，老外在中国待久了以后就习惯看盗版，因为他觉得大家都看也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很多人讲的是什么？就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对吧？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干的时候，他说：“哎，我想去支付什么什么报酬，支付什么什么产品的，支付什么什么成本的时候，旁边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弄几次以后呢，他也就进入到这种状态里了。所以呢，这个事情跟农村的和城市的没关系，它只是华为就是这么个环境。还有人说，难怪之前看访谈说，当年华为跟锤子手机谈收购，结果在谈判期间把核心技术和人员底细摸了个透，一转身就直接绕过收购，开始定向挖人这个复制技术，只能说真不是个例，很多大厂都玩这套表面上跟你谈，跟你聊这个宏大愿景，背地里只想着用最小代价白嫖别人的核心资产。这种借谈判之名抄袭之实的这个龌龊手段让人不齿。这个事儿呢，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开源呢有开源的这个规则，至于收购呢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收购呢，你可以谈你在签署这个任何有约束力的文件之前呢，你都可以随便谈。然后谈的过程中呢，你说我挖了人了或者是什么呢？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他也有你说如果这个人有敬业或者有这个叫做什么呢？有这个叫做这个职务发明的这种偷逃，那你就该罚你就罚你，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因为我们以前去做收购谈判的时候，我们也挖人这个我并不觉得在道德上有什么问题。我想要什么我知道那么如果最后说，哎，你这个东西是原来有版权的原来公司的职务发明，那这个事儿呢，我就必须要去把它买下来要不然的话，你后边没法弄，对吧？你作为上市公司收购了一个项目，然后你挖了人家技术，挖了人家那个有竞业禁止的技术人员，然后使用了人家有版权的这个代码，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上市公司会赔很多钱的就是还是在合规范围内就是规范。就是或者叫法律吧，就是我们最低的道德标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华为硬件遗留这个开发生态就是垃圾，是因为不懂开发者的人在管理吧？我想写鸿蒙2年多了，那生态每次都决定放弃。华为呢，其实在国内在开发者生态这块呢。还算可以国内可能开发者生态做的比较好的是阿里做的还可以，然后呢，这个字节呢这2年算努力在折腾，但是毕竟年头还比较短，这个阿里之所以做得好呢，是原来阿里王坚他们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上面没人管他自己就很理想主义的做了，因为做开发者关系这个事儿呢，一定是一个比较漫长，然后没有什么。KPI 没有什么巨大压力的时候，它才可以做起来一旦有压力，你肯定做不起来。华为呢，跟其他公司比，可能还算做得好的，对吧？只是呢，在国际上来看，它就属于比较丢人现眼的一个了。还有人说这个老范，你没有在小米工作过吧？这个怎么能够说小米不开放呢？小米是一个多么开放的公司，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说这样的话的人就是不太了解小米或者没有给雷老板打过工。我呢确实没有在小米工作过，但是我给雷老板打过工这个还是要讲清楚的。小米绝对不是一个开放的公司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开发者关系做的真的是烂的一塌糊涂。到目前为止，你像折腾了这么久的开源大模型，谁理他呀？谁也不理他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东西该怎么做。然后就算他知道。以他们内部的整个这套体系架构和他们的这种工作习惯的话，也不可能往这条路上走这个就是他整个的环境就不允许这样的这种开发者关系的这个路子往前前进，跟农村跟这个城市没关系就是环境如此。还有人说设计师。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这是真的。执行到某个阶段，甲方就突然说不做了，
然后转头就把乙方做一半的设计转给第三方啊，这个确实设计师遇到的会更多一些。还有说开源就好像试用版、初级版，要长期用、长期服务、后勤保障得加钱啊，这个还真不是这样啊，就是其实开源软件大部分情况下呢是可以直接用的啊，就是你现在使用开源的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不付钱的。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雇佣的这些能够直接使用开源代码、可以直接改开源项目的这些人呢，他的薪水是很高的啊。如果你长期雇佣这帮人呢，可能真不一定有你向开源组织去购买这些服务划算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不是说给你一套源代码啊，你这个就可以直接干活了。我印象里特别深刻，是在应该是在14年、15年的时候啊，也是跟一帮专门做系统集成的人啊，可能没准就是软通动力，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公司的人去开会，他们就讲，他说我们从来不用开源软件。我就问他为什么啊？他给我的理由就是使用开源软件的工程师，这个工资高啊，一旦他能够使用开源软件，可以改开源软件了，他的薪资就上去了啊。我付不起这个薪水，我只能付最低的薪水，然后雇这个最差的程序员来去干活。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软件都是由这些程序员来做出来的啊。这个工资低的程序员通常水平要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对吧？他没有能力去维护整个的开源系统啊。那你说我请几个贵的能用开源软件的人啊，能去搞这个事情行不行啊？不划算，还不如直接付钱呢，对吧？所以开源系统整个的商业逻辑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并不是说给你的就是一个试用版、初级版啊，它给你的就是完全可用的。但是你要想把它自己用起来，你需要花钱雇人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个跟涂总这个约好星舰直播了吗？约好了，约好了，礼拜5早晨啊，明天会把这个直播的这个预告放出来。劣币驱逐良币啊，是这个。其实华为呢，真的算矬子里拔将军了，在国内做开发者关系，他们真的算做的还可以的，只是在国际市场上啊，算是比较丢人现眼的啊。咱们还是要相对客观来说啊，不能说到华为就一定是那什么什么。但是我发现什么呢？骂华为真的有流量啊。这期其实我讲了这么复杂一套关系，我估计大部分人可能连这几家公司的关系都没听明白。但是只要骂华为了，就一帮人冲上来啊，华为就是讨厌。其实我也不希望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对吧？骂华为，大家也希望搞清楚我到底在骂他什么啊，这个还是需要一点点小耐心的。好啊，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这个我们老范读评又结束了一次，下周3继续读啊，这个每周我们会把大家的评论就是我会把大家的评论都看一遍。所以你们啊，热情的留言啊，热情的发评论，我都会看的，啊，当然你说你骂的特别难听那种啊，我就看不到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再见，下周3再见。